它在人声分离度方面都有所提升，但是不是非常明显的质的提升。其次是低声方面，聊完音质，我们来聊一下它最主要的降噪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次所开箱的这一台新一代的 AirPods Pro 3。那当时我在做一个快速开箱的时候，跟大家分享了我的初步的使用体验。那现在再跟大家做一个相对而言较为深入一点的使用体验的分享。第一个是音质。那这一代的 AirPods Pro相比于初代的 AirPods Pro， 它在人声分离度方面有所提高，人声的音质、清晰度都有所提升，但是不是非常明显的质的提升，也可能是初代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。其次是低声方面，它的低声表现较初代确实有所提升，但是这个提升并不是在所有的歌曲上面都能够有非常明显的表现。比如说，对于经常用于测试低音的蔡琴的渡口而言，它在音学部分鼓点的下潜确实更深了，但是如果你不是非常仔细的去听，其实是很难察觉的。如果你去听类似 Kesha 的 Joyride或者是 Charlie XCX 的 Gas 这一类的电子音乐的话，它的低音的表现就能够被非常明显的察觉，并且在你第一次去听的时候能够惊艳到你。聊完音质，我们来聊一下它最主要的降噪。其实在第一次我开箱的时候没有去测试它的降噪，因为家里的环境是本来就比较安静的一个状态。但是不管是在这段时间我带着它去健身，还是国庆出游期间我在飞机上在路上去带它开启降噪模式的时候，那它的降噪效果确实惊艳到我了。那这个惊艳程度不亚于我第一次使用 AirPods Pro 初代时打开降噪那一刻的经验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在考虑是否要从 AirPods Pro 初代升级到 AirPods Pro 第3代，那么我的建议是非常推荐。但是如果你已经有 AirPods Pro 2代，因为我没有用过2代，所以我没有发言权，或者你已经有一个你比较满意的降噪耳机了，那这个时候是否你要再去选择升级，那我就建议你先去门店去佩戴使用一下，然后再做综合的判断。那第3个是佩戴的舒适度。虽然新一代的 AirPods Pro 增加了一个型号的耳塞，但是因为它增加的是加小号的这个耳塞，所以对于我来讲是没有什么影响的。不管是初代还是3代，我都是带的 M 型号的耳塞。就这2副耳塞佩戴时的感受来讲的话，确实3代能够给我更强的安全感，就是你插入耳朵之中，你不管是甩还是运动，你都有十分的信心，觉得它不会掉。而且这个第3代的 AirPods Pro 还提高了它的防水等级，按理来讲，在小雨里面跑步啊，这些都不会是问题，更不要说你只是正常的运动出汗了。那最后一个是心率检测。据说它的心率检测会比我们的手表更为准确，但是对于我来讲，心率只是在我运动的时候记录所使用的，所以更为准确的那个1%、2%其实并不打紧。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，有的时候我确实会忘记佩戴手表，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戴了耳机，那也不影响我记录我的运动。那这个就是关于心率检测方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。好，关于第3代的 AirPods Pro 的使用感受，我就补充更新分享这么多。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去交流，我看到了之后也会回复大家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视频再见，拜拜。